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9月28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声音有没有问题？ OK 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华春莹说习近平亲自关心孟晚舟案啊，那我们今天讲一下。因为事情突然啊，我们中间穿插孟晚舟上个星期五啊回到了中国，然后这个加拿大的2名人质也回到了加拿大。那我们现在我们中间呢经历了一个这个其他的新闻，就是关于中国的这个限电的案件，所以我们没有时间来对孟晚舟这个案件进行一个全面的分析它的影响啊。那么今天我们来讲讲孟晚舟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这件事情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啊。今天呢，《华尔街日报》9月28号啊，详细的披露了整个孟晚舟案件的过程啊。那么我们今天也来讲一下这个。今天我们的直播仍然是用昨天晚上开始，我们用的是 OBS 的直播，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切换一些资料啊。我这里跟大家说一声啊。那《华尔街日报》的消息，他今天这么说的，他说孟晚舟回国和中国释放2名加拿大人质加拿大公民这一看似经过周密安排的换俘行动交换俘虏的行动，解开了中国、加拿大和美国之间关系中一个备受关注的症结啊。他说，这个美国司法部的官员和这个接近孟晚舟法律团队的人士介绍的他们这个过程啊，这个背后这个事件的发展背后是什么？背后是孟晚舟法律立场的改变啊，那从而促成了这次谈判的突破啊。报告这么说，他说2018年12月，孟晚舟在温哥华机场转机的时候，加拿大方面应美国当局的要求拘捕了他布鲁克林联邦法院指控他涉嫌电汇和银行欺诈与华为在伊朗的这个业务有关那么事发一个多星期之后，中国就拘捕了加拿大商人斯帕福和加拿大的前外交官康明凯指控他们犯有间谍罪加拿大不满是什么呢？加拿大不满是这2名加拿大人被当作人质扣押然后而且身处严酷的这个环境报道说华尔街日报说孟晚舟律师团队从去年春天开始和美国的司法部进行讨论他们案件的可能解决方案。那么华为的律师和管理人员也参与了其中的谈判那么整个2020年的谈判虽然一直在持续，但是双方的这个分歧很大，所以没有结果美国司法部解决这个案子的底线是什么呢？就是孟晚舟必须承认起诉书对他的事实指控的事项包括什么呢？包括华为与他的控股的一家公司在伊朗开展业务他们误导了这个汇丰银行汇丰银行就为这个几亿美元的交易进行了结算那么这些交易实际上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那么美国司法部的底线就是孟晚舟必须承认这些事实，否则不用谈孟晚舟不同意那么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呢，这个孟晚舟的法律团队再次和司法部官员联系上维持核心政府的沟通关系那么在拜登政府执政期间双方的这个谈判继续由
其实一直是由相同的这个司法部的人员在和这个孟晚舟，其实这个谈判的人员就没有变过啊。直到今年的春末啊，孟晚舟和他的父亲任正非对于这个案子久拖不决，越来越感到沮丧，于是他们就开始加强这个法律团队和公关团队啊。5月份的前后啊，有一个律师叫 William Taylor 是个名律师啊，加入了孟晚舟的律师团队啊，那么推进这个谈判的这个进展。Taylor 的加入只有一个目标啊，明确他的目标很明确，达成协议啊。实际上呢，5月份前后，孟晚舟也好，这个任正非也好，是已经要下决心达成协议了啊，要达成协议。那么美国司法部坚持之前的底线啊，不过美国司法部也让了一步，说他们愿意把孟晚舟案和华为的案子分开处理啊。那么萨奇周一昨天在记者会上说，拜登总统9月初和习近平通话的时候，曾经向习近平提出来要求释放2名加拿大公民啊。那么习近平就提到什么呢？孟晚舟案。萨奇说，2位领导人谈到这些个人的案子，但没有就这件事情进行谈判啊。到了9月19号啊，那么双方就是孟晚舟律师团队和美国司法部的谈判取得了突破啊。那 William Taylor 向这个美国司法部传达信息，说孟晚舟愿意承认不当行为，而且把他起草的一个准备承认的事项做了一个文件草案发给了司法部啊。然后呢，这个星期五孟晚舟案这个他最后延迟起诉的协议所附的事实陈述，就是根据这个文件草案起草的啊。那么根据延迟起诉协议，孟晚舟承认他在2013年就华为与其控制的一家在伊朗运营的公司之间的关系，向一家银行，就是汇丰银行做了不实陈述，导致该银行提供的服务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啊。美国司法部解释说，他们也有动机想达成协议，为什么？有3点。第一，孟晚舟可能会就引渡的案件持续的上诉啊，不断上诉，所以这个官司可能会拖延几年时间啊，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这个案子会持续拖下去，这第一个。第二个，就算孟晚舟引渡成功，然后孟晚舟的案子在美国审，就是就是布鲁克林法院审，就算被美国陪审团定罪，然后最终美国检方这个检察官得到的结果和他同意签署事实陈述的结果基本相同，就是说你把他引渡到美国，然后这个美国联邦法院最后判他有罪判他有罪，美国检方就得到一个结果，就是他的那个事实陈述这个事实和他现在已经签的协议当中的事实陈述的结果基本相同所以呢，他说双方达成协议的效果相当于孟晚舟被法庭定罪结果的 85% 所以这就是美国司法部愿意跟他达成协议，因为我拖几年时间，投入这么多人力物力搞这么长时间，可能得到的结果是100，我现在直接跟他签完协议之后，马上拿到结果 85%， 省了这么长的时间那么9月19号Taylor 转达孟晚舟让步的决定之后，美国司法部官员马上通知美国国务院和加拿大外交部
然后加拿大驻美国大使希尔曼他说2点，第一个，美国司法部的谈判的动向促使中国政府考虑释放2名加拿大公民第二，他们开始和我们在北京的官员进行商谈，安排让康明凯和斯帕福离开的事宜所以呢，就在布鲁克林的法官批准延迟起诉协议的2个小时之后，孟晚舟坐上这个 SUV 去这个温哥华的机场随后登上飞机孟晚舟飞往中国航班起飞的几分钟之后康明凯和斯帕福在北京登机然后渥太华当地时间星期五晚上8点45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渥太华的国会山宣布载着康明凯和斯帕福的飞机已经飞离中国领空，2个人正在回国的航班上他们的飞机先降落在阿拉斯加这个安克雷奇美军基地然后呢在美军基地换乘加拿大空军的飞机直飞卡尔加里那么然后就是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卡尔加里机场迎接他们2位然后康明凯再从卡尔加里转飞多伦多然后他的太太和他的妹妹在停机坪迎接他现场只有几名记者。康明凯看上去面色苍白，身形消瘦他对记者说：“我非常感激能回家在这个换服的过程当中，有一部分没有公开这是这次《华尔街日报》透露的中国除了释放2名加拿大公民之外，还批准了2名美国人离境那么这2名美国人是一对姐弟一个叫Cynthia 刘，一个叫 Victor 刘他们的父亲叫刘昌明是中国红色通缉令的8号人物刘昌明呢是1965年8月15号出生，广东阳江人，曾经担任交通银行广州分行的行长那么中国官方的报道说，刘昌明在主政广交行3年期间累计违规贷款98亿元人民币广州市公安局呢立案调查，然后刘昌明在2007年12月逃亡也有可能逃到新加坡，也有可能逃到美国然后2009年9月15号中国警方向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然后中纪委在2015年4月22号挂出100名外逃人员名单这就是当年的猎狐行动刘昌明排第8所以他是排第8的这个红通那么2018年刘昌明的太太带着他的一对儿女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回国探亲然后太太就被拘留，到现在还在拘留。但是呢，他的一对儿女呢就被出境禁令那中国官方内部叫边境控制，就是不让你走，你可以在中国自由活动，但是你不能离开不能离境那么当时呢Victor 刘是乔治城大学的大2学生Cynthia 刘是在麦肯锡公司工作麦肯锡是一个顾问公司那么美国国务院说出境禁令就是在一个人只有在他离境的时候才知道他存在出境禁令是用来强迫目标人士和中国执法部门合作，迫使家庭成员返回中国那么边控呢，其实是使用非常广泛就是这是一个违反人权，也是违反中国宪法的一个行为，就是不准你离开那么9月27号那么整个的《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基本上就是这样在9月19号的
案件，就是美国司法部和这个孟晚舟的这个法律团队谈判突破，这个孟晚舟方面同意什么？同意承认不当行为那么就是那4页纸的这个事实陈述，那个4页纸的事实陈述是在这个孟晚舟的那个回应的基础上写的一个事实陈述那么大概这件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就是说孟晚舟回国，那么有2名加拿大公民回到了加拿大，同时中国允许两个这个美国人离开了中国实际上是1换4，不是1换29月27号，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上说2018年12月初孟晚舟被无理拘押后中国现在讲孟晚舟都不提华为2个字都直接说孟晚舟这里面是有讲究的。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美加拿大使馆驻温哥华总领馆在各个阶层、各种场合全力开展工作，向孟女士提供领事保护和协助，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撤销对孟的错误指控，尽快让她平安回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孟晚舟把这场胜利就孟晚舟胜利的回到了中国，而且没有认罪这是中国的宣传这孟晚舟华春莹把孟晚舟的这场胜利这个安在谁的身上？安在了习近平的头上而且呢外交部也出来领功，看来什么呢？看来有关领导对孟晚舟这次回国用盛大的仪式欢迎他的宣传效果很满意，所以呢华春莹就上来就把这件事情按照习主席头上然后这个外交部也能领到几块骨头CNN 的记者就在记者会上问他说这个中方曾经多次强调康明凯和这个迈克尔就是斯帕福的案件的性质和孟晚舟的事件是完全不相同的在孟晚舟重获自由的同一天，他们也被允许返回加拿大。中方觉得这个时间点是纯粹巧合吗？你怎么回应外界人士认为两个加拿大人被释放的时间点证明中国在实施外交、人质外交和胁迫外交？有中国国内学者说，在孟晚舟被抓捕之后，抓捕这2个加拿大人的是大国博弈的通行做法，是中国用美国及其盟友听得懂的话语对他们进行回应。你如何回应？这话问得非常尖锐直接点题什么叫点题是什么？人质外交你想一下这个孟晚舟的飞机起飞了5分钟，这2名加拿大公民开始登机然后这个10分钟之后，这个飞机起飞回加拿大，2个人安排的时间纹丝合缝这可见什么？可见2点。第一点，美国人用意很深通过这件事情，当然中国不希望同时去美国不同意，中国没办法，只能接受所以美国的要求很准确，你那里起飞，我这里也得跟着起飞，2个同时起飞，我不相信你为什么？你人质外交都能干得出来，什么干不出来？就得安排这个时候，中国没办法，只能配合华春莹说，我注意到你刚才自己刚刚讲了2个加拿大的人的案子跟孟晚舟的事件的性质不一样，你说的完全正确那么孟晚舟事件和康明凯、迈克尔案件的性质完全不同康明凯、迈克尔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罪，
两人以身患疾病为由提出申请取保候审，经有关部门确认和专业医疗机构诊断，并由加拿大驻华使馆提供担保，中国相关法院依法批准取保候审，由国家安全机关执行。你刚才援引有关中方学者观点，我想中国学者可以在媒体上自由表达他们的观点，你觉得相信吗？他们的观点其实表达了希望中国政府、中国外交具有更强大的能力，更好地维护中国公民和企业正当权益的愿望。这是华春莹说的这一番话。当然，华春莹这番话呢，第一，强词夺理为什么？我们后面解释他强词夺理的地方。但是有一点华春莹讲这个一直强调他们两个案件完全不相同，但是他们的释放时间是一模一样的。这个能不能说服别人呢？基本上他自说自话就好了那么孟晚舟案件影响深远，我们从两个层面来讲第一个层面是什么？这个案件在西方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西方的西方国家怎么看待华春莹？他们看待这个华春莹是另外一个场景。什么场景？就是刚才 CNN 记者提的问题，就是人质外交那么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他这么说，他说2名加拿大人在孟晚舟的软禁结束后也跟着获释，显示出中国领导层随时准备用无辜的人作为筹码，在其他国家获得想要的东西这不是人质是什么德国民进周刊他说，不仅是对美国和加拿大，也是对所有与中国打交道的政府而言，2名加拿大公民获释这个好消息背后也传递出一个令人不安的信息，人质外交正在奏效。因为无论如何，北京已经在这场争端中获胜。为什么？中国是怎么获胜？人质外交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中国问题专家克拉克他说，这次美加中3国的交易也向其他国家领导人发出一个警讯，中国政府可能大胆地利用外国公民，就是抓别人嘛中共甚至毫不掩饰，这纯粹是一次人质的情况这是克拉克纽约时报的评论这么说，他说，中共当局在孟晚舟案件上强硬手段可能成功，却在加拿大制造了持久的厌恶和任意拘押外国公民的政治代价在今年的一项皮尤民调中，70%多的加拿大人对中国持负面观感，对华为产品的抵制也不断的在增加，而几年前只有45%这个比例华盛顿邮报评论，中国和加拿大的双边交恶情绪将会延续。多伦多大学副教授王慧玲他这么说，他说，未来我不认为加拿大和中国关系会像1000天前那样从根本上不同了就是说中国和加拿大的关系从根本上已经不同了。他说，我认为中国低估了玩这种人质外交的代价他的声誉遭到了极大的玷污2012年到2016年这期间担任加拿大驻华大使的赵普他对中国认识很深他说他在采访中他这么说，他说，我一直在告诉这个渥太华，就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就告诉加拿大这个领导人他说，这是一帮流氓他们把中国带上危险的方向就从2012年就习近平上台他也在加拿大在中国当大使，一直到2016年走他说，明显的特鲁多对中国的发展没有跟上形势这话都说得很中国。
直到两位Michael 被抓捕的时候，他终于明白了，中国必须承认他们的名誉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啊。这是你可以看一下啊，整个西方国家的舆论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其实就是4个字：人质外交啊。当一个崛起的大国用人质外交来达到它的政治目的的时候，这个国家在外交上，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就名誉扫地了，这是毫无疑问啊。人质外交不仅仅是破坏国际政治关系，而且破坏了起码的政治伦理啊。一个实行人质外交的国家，从根本上来说，它还处于野蛮状态啊。中国历史上实行过人质外交，从来就没有好下场。举一个例子，1900年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就是一场人质外交啊。那么清政府纵容什么呢？纵容这个义和团包围外国使领馆，包围他们，就是要，而且悬赏杀洋人啊，杀洋人啊，就是义和团背后什么？就清政府，所以他这件事情好像跟他没关系，但其实就是他干啊。最终导致的什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最后签了辛丑条约啊。慈禧太后当时创造了一个记录，什么记录？同时向世界上的11个国家宣战啊，英国、美国、日本、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比利时、西班牙、荷兰啊。这件事情其实人质外交搞人质外交不是一个强大国家的表现，是一个弱国的表现，弱国才搞人质外交。你作为一个中国讲自己大国崛起，要搞大国政治、大国外交，怎么可能用人质的方式来解决自己想解决的问题？这是不可想象啊！但是这次在孟晚舟这件事情上，中国采取了人质外交，而且整个西方国家认定它就是人质外交，它跑不掉，它怎么辩解都没有用啊。那么美国要求中国释放加拿大公民的时候，这个时间必须和孟晚舟同时，这个用意很深啊，非常深，因为这个安排向整个西方国家展示了这件事情的本质就是人质外交啊。那么中国驻加拿大的大使叫崇培武啊，崇培武全程陪这个孟晚舟回国啊。那么中国对加拿大2名公民实行的人质外交，其实已经深入人心啊。之前崇培武在参加加拿大这个有圣约翰纪念大学的一个视频会议，他去参加那视频会议是做加拿大人的工作，意思就是你看我们中国来加拿大留学这么多留学生，加拿大很少有人去中国留学，他去鼓励大家去中国留学啊。然后呢，他就说了一番话，把大家吓得够呛啊。他说这个绝大多数加拿大人不必担心在中国被警察绑架。是的，绑架，他用的 kidnap 真的是绑架这个词儿哦啊。他这个话让现场的所有的记者和这个与会者都非常的吃惊啊，这居然用绑架这个词儿。这个情况跟谁很像？这个情况跟秦刚很像啊。秦刚在8月30号，他也是出席一个这个视频会议，就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啊，这是一个亲中团体啊，基本上是中共操纵的一个团体。他这个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呢，为秦刚接风搞了一个视频会议啊，但是不公开的啊，就是他们自己在里面开啊。在视频会议上，秦刚这个讲话发表演讲，他也爆出了一句非常粗鲁的话，他说什么呢？
如果不能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我们就指的是中美之间啊，就请闭嘴。他这个闭嘴用什么 ？Shut up， 他真用了 shut up 啊！这现场与会的人非常的吃惊，他居然在一个正式的这个演讲，正式的场合演讲，居然用 shut up 啊！然后丛培武也是啊，丛培武说居然用这个绑架来形容中国的警察，倒是当下大家倒是觉得非常的准确，因为中国的确是绑架了2名加拿大的公民啊。那丛培武在这个会议上说，中国不是警察国家啊，如果你走在大街上，那是相当的安全啊，这是很多外国人去中国的印象。他说我确实要鼓励大家，欢迎加拿大人学生去中国学习啊。然后那个 CBC 就美国的一个电视台的记者就问他说你看哈，加拿大人现在都知道啊，如果发生了政治事件，他们就会被任意拘留，就像2位 Michael 一样，他们怎么还会去中国呢？然后丛培武就说，他说加拿大人去中国经商、旅游、读书都不应该害怕这种事情。为什么？因为如果他说从事这些犯罪活动都是非常非常少的人，无论加拿大人还是其他人，如果真的在中国犯罪，我们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啊。中共经常强调啊，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少，但是西方的人很清楚，他说非常非常的少的那个人也可能就是我，所以这种逻辑根本不通的啊，这是一个啊。所以实际上孟晚舟的案件让中国整个国家在外交层面上处于一个失败的状态。西方国家怎么看待中国？这是个野蛮的国家，他会随意拘捕在中国的人，拿来干什么？在中国的外国人拿来干什么？拿来做人质，要挟其他国家，这就是中国的形象。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从法律层面啊，那么这2名加拿大人被释放，对中国的国家形象打击也很大啊。那么孟晚舟12月初被加拿大警方拘留1个星期8天之后啊，康明凯斯帕夫就被抓啊，在中国被抓啊。那么你看看这时间节点非常的接近啊，然后他们是同一天同时起飞回去，这像什么？这真的像交换战俘啊。那么而且2个人的罪名是一样的，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机密啊。然后康明凯的案子是在北京第2中级法院啊，这个2021年3月22号闭门审理啊。那么这个斯帕夫是在辽宁丹东中级法院，这个也是3月20号闭门审理啊。那么理由都是因为国家机密，所以不开放啊。然后就是到了8月11号，斯帕夫判这个11年罚没财产5万元，驱逐出境啊。然后斯帕夫呢就一审上诉，然后这个辽宁省高院呢有3个选择，第一个选择维持原判，第2个是改判，第3个发回重审。基本上他有3个选择，面对这个上诉啊，撤诉。现在的情况等于就是撤诉。撤诉呢是一个很奇怪的安排，为什么？要知道刺探国家机密是重罪，一般不会撤，一般不适用这个控方撤诉，因为你既然告他这么严重的罪行，你怎么可能撤诉？而且这么严重的罪行你不会轻易乱告，你得有充分的证据你才会去告他，然后你突然中间又撤诉，什么情况？所以撤诉这件事情不可取。那结果他们2个是怎么回来的呢？当然那个康明凯是没有判，审了没有判。那斯帕夫是判了11年，8月11号判了。但是他判完之后，
然后他上诉，然后他就直接就取保候审，这是个非常奇怪，因为他已经判了，判了你不可能取保候审，你要么就改判。还有一个选择是什么？如果正常的法律程序，你要么特赦，而且两个人同时都用什么呢？都用这个健康身体身患疾病，同时身患疾病，同时保外就医，你这什么情况？他们的案件不一样他们案件有各自的案件，但是用同一个罪名，所以呢，这两件事，所以这2名加拿大公民被取保候审，这个安排是什么？这个安排是对中国法治的嘲笑它说明什么呢？说明这2个案件根本不成立，所以他撤销的时候让他取保候审的时候也非常的潦草，完全把中国的法律踩在脚底下，就把这事给办了。这就是这件孟晚舟的案件有2个层面的影响。第一个层面就是中国在外交上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西方国家会把中国看作是一个野蛮的国家，中国会为此付出代价，这第一个。第二个，在法律层面中国的国家形象这个被扔在地上践踏。当然，一个有人质外交作为的国家，你想想看，谁愿意去那里投资、经商、留学呢？你分分钟有可能被当作人质的是人质这件事情，没有人可以逃得过去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在你的头上。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明谢 Edgar 鱼，谢谢。9月28号在台湾是孔子诞辰纪念日，又称教师节，祝王老师教师节快乐谢谢Yogi 方，谢谢。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节快乐，谢谢我在这里提醒一下就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参加我们的直播参加直播能够参与互动而且没广告所以呢，万一大家收不到我们的直播的通知，请大家关注我的脸书号和这个 Twitter 号。那么我通常会在这个直播之前的5分钟到10分钟，会把我们直播的链接发在 Twitter 和这个脸书上那么大家可以通过这链接参加我们的直播观点：100年过去了，中国大陆没有变化，还是那个政府，辫子没有了，但心里的辫子没有剪情绪，在中国很多顶级高官巨富的家人在享受奢靡生活的同时，也是权力的人质。春风得意时，他们万民敬仰；秋后算账时，他们也是残酷权力博弈的筹码。这种前文明式的统治模式，是中国2000年来封建王朝的延续提问：为什么孟晚舟那么重要？对于 CCP， 难道它不仅仅是表面上看得见的身份？中国宣称这个华为是一家民营企业，你从孟晚舟的这个事件来看，华为当然不是民营企业，华为甚至不是央企，华为是央企的央企所以华为不是一般的企业，这是第一个所以美国制裁华为看来是有道理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孟晚舟为什么这么重要？老实讲所有人都不大明白，因为除非
这里面除非孟晚舟身上有很多重要的利益点，否则的话，中国投入这么大的资源，这个资源是国家级的资源用这个人质外交的方式去营救它，你讲它得多重要？我看不出来它身上有这么重要的价值这个我不理解。其实我一直就不理解中国会投入这么高的资源去投放到孟晚舟案件上，这肯定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部分提问：习亲自关心孟晚舟的事件，是不是代表中国政府已经使出吃奶的力气？是不是代表中国实力开始衰弱？我认为是。这里面两点。孟晚舟这事件，其实你从事情的由头看就是说美国查，我之前讲过，把整个孟晚舟事件的来龙去脉讲过从中兴通讯跟华为之间的这种竞争互为死敌的这种关系，到这个中兴通讯一开始卖设备给伊朗，然后美国查到了中兴通讯做事非常的粗糙然后就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抓到，美国联邦调查局顺藤摸瓜，从中兴通讯查到了华为，查到华为之后才有孟晚舟案件。其实这个过程是一个蛮长的过程所以中国政府在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突然一下子把这件事情上升到那么高的高度，动用所有的外交资源、政治资源去营救这个孟晚舟我不理，所以你的这个问题跟我们前面的问题是相同的，就是我们不理解的是孟晚舟有这么高的价值吗？当然在中国有那么多中国的商人在外国被抓了，中国政府救过吗？屁都没放一个。孟晚舟这么大的动静显然他是吃奶的尽致，毫无疑问他动用了一切的资源在做这件事情。结果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中国放了2个加拿大人，再放了2个美国人，孟晚舟签了一个事实陈述，这个事实陈述呢，等于承认了华为做的所有的非法行为，所以华为将面对美国政府非常严厉的诉讼，而且必败无疑孟晚舟实际上提供了华为违法证据，然后孟晚舟才走以这个前提孟晚舟才离开。实际上这件事情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方面面子里子都没有，另外一方面在外交层面，在法律层面，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交往这个层面，你想一下，所有的外商都会打鼓除了美国商人以外你看中国人谁都敢碰中国政府现在谁都敢碰，谁都敢弄只有美国人不敢弄那2个美国人还算是有点关联提问：请问王老师，西方都认为中国搞人质外交，那么冬奥会有西方人敢参加吗？我不知道不叫冬奥会叫北京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其实现在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人质外交，如果你持续蔓延下去，延烧下去，北京冬奥会是有问题的提问：华为芯片断供，华为手机销量下降，立竿见影，抓捕孟晚舟效果不好，请问王老师，今后美国是不是会更多的采取断供芯片的手段，而不是采取抓捕企业高管的手段？这是有5毛的嫌疑第一个，你从整个的案件的过程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美国的执法的过程，美国不是一开始就是奔着华为去的。这件事情起的头是谁？中兴通讯，是沿着中兴通讯查过来，整个的查案子的链条非常的清楚，所以不是抓企业高管的意思，其实就是抓华为违法
当然，中间这件事情碰上了谁？碰上了中美贸易战，那么它就赋予一个特殊的含义啊，这个没有疑问。但是华为的案子比这个中美贸易战发生的早得多得多得多，所以这件事情不是为了中美贸易战而起，这个毫无疑问啊。所以你刚才这个提问是有问题啊，是有问题啊，里面是有骨头的啊。观点：第一次听说取保候审可以离开中国领土，其次，一个已经判了11年的有期徒刑，这个取保候审是如何完成司法流程？这简直就是践踏中国所谓的法治二字，非常对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为什么加拿大不用更简单有效的台湾牌换人制？是标的不对等，还是苦命计？什么叫苦命计？你觉得加拿大的人质会被加拿大政府用来当苦命计吗？我不觉得。这个总理不想当了吗？可见你不了解西方政治啊。台湾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用台湾牌啊。这种问题我可能不能让我来答，可能得让这个特鲁多去答。提问：经常看到中共扣留华裔美国人，请问比起其他族裔的美国人，中共更敢于对华裔美国人下手吗？是的啊。观点：中国在孟身上投入的资源越多，说明美国打压华为让中国感觉到痛的越深。我觉得不是，因为这两者之间解决不了问题啊，你明白吗？美国政府打压华为，然后你去救孟晚舟，这两件事情，你救孟晚舟，你就算把他救回来，你也不能解决华为的痛啊，对吗？这两者之间没有逻辑关系啊，它有关联，但是不能说中国使劲的去救孟晚舟，说明美国打击华为打击得很痛，这个逻辑上不能自洽啊。观点：中共从来就不是法治国家，认为党可以领导一切，包括法律，所以习认为你们和我们一样，可以领导说了算。观点：西方人的逻辑是，损害权利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就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啊。我应该讲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啊。而中国人的逻辑是，事情只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并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与自己无关啊。中国人是什么啊？中国人不完全是这样。中国人认为我有可能躲过这件事情啊，我有可能躲过这件事情，或者是发生这件事情只是因为他倒霉啊。情绪：中国的新闻说，加拿大2位被扣留的公民以身体健康为由取保候审，并由专业医疗机构诊断。我看到这里直接笑喷了啊！情况：中兴通讯最后一直利用华为被制裁的情况，抓紧时间影响市场，试图吃掉华为萎缩后留下的市场。不仅是手机产品，包括网络服务器在内的很多产品，一点没有唇亡齿寒的意思，活脱脱的幸灾乐祸，落井下石。国企就是这样，国企比一般的企业更没有底线啊。观点：坐标以色列，所有的独裁专制国家都很像，俄罗斯也经常搞这种人质外交。2年前，以色列逮捕了一名俄罗斯黑客，并准备引渡美国。法院开庭决定引渡前几个月，俄罗斯逮捕了一名从莫斯科过境转机的以色列、美国双重国籍的公民，以非法持有毒品判了7年多。后来以色列可能趋于美国的压力，还是引渡了。最后还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亲自去莫斯科跟普京交涉，那名以色列人才可以回国。当然可能附带一些幕后交易，就是进行人质外交的国家都是野蛮国家，这个没有疑问。俄罗斯也是野蛮国家啊，现代文明国家都不会用人质外交，因为为什么？这违反政治伦理啊。观点啊，当然中国国内有一些言论，一些学者，所谓的学者啊，其实这些人
还没有脱离蒙昧状态。说我们大国外交，我们博弈，我们就可以抓人质，你疯了，真的是啊！这就是还是这所谓的学者啊，应该还处于蒙昧状态啊。观点：孟晚舟事件表明，不是孟晚舟一人有多重要，相反是整个国家在习近平眼里极其不重要，根本算不上什么，可以随便拿来做人情。OK。观点：以孟晚舟事件和香港结局都可以看出，习核心的斗争到底，一条胡同走到黑的性格一面。中国人要为这种不讲平衡的领导人性格付出代价，非常有道理啊。情况：哈尔滨最严格的限电来了，今天晚上各小区会关闭所有亮化工程，哈尔滨的各大商场陆续发布提前闭店通知，下午3点闭店。关闭商店，近期可能随时停电，限电不发通知，达到高峰用电量，所涉地区就停电，一般4到5个小时。建议大家备点蜡烛、应急灯、充电宝之类，储存水啊。这我就回到当你没有电的时候，你就离开了现代文明啊。提问：王老师你好，请教2个问题：一、中共的限电是否会影响今年冬天的供暖？2. 很多财经博主谈到恒大的暴雷会导致全球金融危机，这是否会蔓延到美国房市？刚刚在美国买的投资房有些焦虑，请王老师解惑。第一个，供暖会有影响吗？供暖是烧锅炉通常是用煤或者是用油，有些用烧油，有些烧煤啊。那么当然现在煤的价格比较高，但是烧锅炉这件事情和发电不是一个等量级，所以理论上来说，限电跟烧锅炉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啊。所以我看不到有什么理由影响到供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恒大暴雷会不会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首先要影响中国金融危机。恒大大家知道，恒大这件事情首先是在中国，所以你要看是不是会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首先要看会不会在中国引发金融危机，中国的金融危机啊。全球的金融危机首先在中国得发生，中国如果不发生，那全球不可能全球发生，因为这件事情始终还是在中国。恒大的美元债最多也就200亿美元，所以200亿美元在全球市场那就是一个头发丝一样，所以它对全球市场影响有限。但是这200亿美元呢，会对一些金融机构产生影响，这些金融机构会引发一些风潮。但是你说200亿会引发金融危机，这是不可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恒大如果引发中国的金融危机，那就有可能导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个路径大概是这样，如果它在中国不能引发金融危机，就不可能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 OK， 观点：中国根本没有法治，所立的法律都是根据需要执行，所以很多国内没有办法理解美国这样在法律框架下就事论事的逻辑，美国人也无法理解中国把什么都混为一谈，为什么本人犯罪会殃及家人。几年前一个香港裔的美国教授来我们学校讲座，第一句话就说，也许大家不知道，其实中国也是有法律的，当然他们不执行，哄堂大笑，就是这样啊。情绪，王老师又上美国之音的专访了，点赞啊，谢谢啊。明谢 TT 啊，孟晚舟回国，整个宣传就是一个恶心。疫情期间多少人被困在海外，归不了国。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